被告人万学民涉嫌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一案，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万学民到庭。这是万年星辰舞蹈学校在校生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里，曾经有6名女童自述曾长期多次被被告人万学民以辅导跳舞的名义触碰身体的私密部位。万学民，审判长，我是舞蹈学校的负责人，教孩子跳舞的时候碰到孩子身体很正常，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我对孩子做坏事吧？他们在我眼里可都是孩子啊。这些孩子的陈述属于主观证据，而且他们还在一起上学，很容易互相影响的。像这个年纪的小孩，只要一个人说肚子疼，全班所有人都会跳起来说自己肚子疼。这种不自觉的谎言，在小孩里面是很常见的。审判长，这些孩子说的都有客观证据证明。比如这个汪萌小朋友，明确说儿童节在有钢琴的教室里，公安机关取证了舞蹈学校的课程表，证明那天他就是在这间教室单独上的课。这个赵春天小朋友说他碰了我这里，经鉴定，练功服上他所说的地方检测到了万学民的棒指纹。还有这个孟佳欣小朋友说是他在第2次值日的时候在器材室里，也和学校的值日表对得上，都能印证孩子这些话的真实性。辩护人，请你就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包括证明目的，我们都认可。请公诉人继续举证。在被害人王雨晴的询问笔录里自述，她曾经遭遇过万学民多次强奸，地点就在舞蹈学校天台的器材室里。被害人准确地说明，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就是这张沙发。等一下，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沙发床啊。在公安机关第2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显示，器材室门上有2处刮下来的蓝色线头，而且器材室地面有床脚磨损的痕迹，都能印证孩子们说的是实话。而在公安机关的第1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里，也能证实这个沙发的存在。而且我想提醒合议庭的是，被害人王雨晴明确地说，我记得那个沙发，它是蓝色的，可以打开变成床，这属于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这种证据的可信度是极高的。好，我认可这张沙发床，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吗？证明强奸吗？如果想证明强奸的话，起码你们得有体液证据吧。这是被害人王雨晴提供的被性侵时所穿的内裤，鉴定结论显示，该条内裤上检测出了被告人的精液和被害人的体液，充分证明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这份证据的证据3性均不认可，就算这条内裤是真实合法收集来的，这也不能推导出被告人强奸被害人的结论，因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辩护人，请你解释你的观点。审判长，被告人提出了新的证据。这里有40条不同女性穿过的内裤，由于鉴定时间比较紧张，未能在开庭之前提交在庭上。他怎么拿这些出来啊？这什么意思呀？公诉人，你们对新的证据还有什么疑义？我怀疑你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你这份证据来历无从考证。助理检察员，现在是举证、质证，不是法庭辩论。
你提出的问题，我不予回答。请辩护人对该份证据的来源予以说明。云海市通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其中有6条由被告人的体验，被告人也承认心理上面存在问题，长期收集女性内裤，供其猥亵，所以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强奸行为。公诉人，请继续举证。审判长，我们申请本案受害人王雨晴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陈述。可以。你知道什么是非亲历不可知的证据吗？注意你说话的态度。看来你在里面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当一个小孩在陈述的时候，他描述了一些不是自己亲眼看见就不知道的事情，往往这个时候，法庭会采信他的话。我已经越过去了，只能说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对孩子有过猥亵行为，而且还有很大的强奸罪嫌疑。不就是嫌疑吗？我就不信他们会有证据。那我就想问问你，你有时候收拾的是不是不太干净啊？你可以选择负隅顽抗，但结果就是把牢底坐穿。或许你卖个破绽，丢足保局。你是我的甲方，你有权利不听我的话，但是我也要提醒你，律师有独立辩护权。小晴，你不用紧张，你复述一下印象中的事情经过。暑假的时候，万老师第一次给我单独上课。那天他夸了我，让我到器材室去拿礼物。审判长，我可以开始质证了。可以。王雨晴同学是吗？叔叔问你几个问题。你刚刚说被告人侵犯，也就是说你当时是确切的知悉被告人的身份和他跟你发生关系的事实，对吗？是。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反抗。我看你的陈述说之后还有几次，你反抗了吗？没有。但是他是大人，我是小孩，我不敢反抗。审判长，被害人王雨晴是一名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我们在审判长，现在是我在发问，请公诉人不要打断我好吗？我怀疑他在干扰被害人陈述。公诉人，你的意见可以到法庭辩论的时候再提。辩护人，继续发问。王雨晴同学，你今年几岁？13。他第一次侵犯我的时候是12。你特意强调了自己被侵犯时候的年龄，刚刚也特意提到了他是大人，你是小孩，也就是说你很早就清楚，只有当你不满14岁的时候，他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是否同意，都算强奸，对吗？我知道
但是你刚刚又在表述的时候屡次用到了侵犯这样的书面字眼。你熟悉法律，而且明确的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不是？我学过一点普法手册。是谁给你的普法手册？你又是怎么知道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的？又是怎么想要说出来这一切的？是有谁教过你吗？王雨晴同学，现在是我在向你发问，你在看谁？你现在是在检察院吗？你身旁是有谁在教你什么吗？没有。审判长，辩护人在刺激被害人的情绪，在引导被害人的陈述。审判长，被害人自述被被告人强奸，且当时没有检查身体，留下适格证据，所以被害人的陈述事实与否是本案的核心，是定罪的关键。辩护人继续发问，但注意你的措辞。好的，审判长。王雨晴同学，你确定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暑假吗？我确定。你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大概是什么天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对你做过些什么？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细节不准确，我们很难认为你说的是真话。那天我参加区比赛的前一周，7月周5晴天，我穿的普通的练功服，他穿的平常衣服，戴着手串。手串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一直戴的檀木的手串。你身边有其他人也戴这样的手串吗？没有。那你是怎么认定这个手串是檀木的？谁跟你说过？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云海市2015年7月份的天气记录。被害人所说的时间段前后1周，云海市都在下雨。我记错了，是雨天，那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忘记了。我还去小卖部来着，还带了伞。但你说的那个周5是晴天，你是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我提醒你啊，这是法庭，如果你当庭说谎，就是诬告罪。到底是真的被他侵害，还是其实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做错了事，不敢让你爸妈知道，只好把这件事情推到万校长头上，或者是你跟他有矛盾，在借题发挥。我听说他曾经把你妈妈叫到学校来批评你，是吧？审判长，辩护人在公然恐吓被害人。辩护人，注意你的措辞，如果你再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本庭将剥夺你继续发问的权利。公诉人多次阻挠我正常发问，如果说被害人说的情况不是真相，那么公诉人应当对此负责。你那是正常发问吗？你那是在逼迫一个13岁的孩子。我在询问真相。辩护人，本庭对你作出警告，不得再随意发表意见。审判长，我们是在围绕核心问题在发问。被害人第一时间没有报案，第一次询问的时候也拒绝陈述情况，但是现在又明确的说他知道是被告人在强奸自己，要么他当时在说谎，要么他现在在说谎。但是在法庭上面，任何一次说谎都是不被允许的。辩护人，本庭对你作出警告，你再随意发表意见，本庭有权将你驱逐出法庭。王雨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万校长强奸，还是说你其实就是因为他批评过你怀恨在心？我错了。
诉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叫崔佳怡的孩子，你也可以请他出庭作证。我知道证据卷里面没有这个证据，但是就算是证据突袭，我也不介意当庭质证。审判长，抱歉，我刚刚情绪激动了，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还有其他证据吗？审判长，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了。我刚才你是想保护小琼和佳佳，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我明白。5年猥亵罪，可以了。我的当事人也不会上诉，合作愉快。我要不穿这身衣服，我就把你踢进去。你以为我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但是法庭上总有一个人要出现在那个位置，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去一边去！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赢的，但你变了，你动恻隐之心了。大哥，你要不要去看看桃姐呀？我要抗诉。好。这老妇是疯了！咱们是理由不充分，还是证据不确凿？这怎么就不行？怎么就不行？咱们直接看到最高检去，我看他怎么办。别拿个鸡毛当令箭。你也去。我又不是去打架，别跟着我，等着吧，我好好说。怎么就不能通过我的抗诉申请呢？一个强奸犯猥亵儿童罪判5年，您觉得这合理吗？你问我吧，你应该问你自己啊。你的案子输了，你应该自己反思。人家法院判的有错吗？判决依据的是证据，你的证据就是不排除合理怀疑，你拿什么抗诉？我是不是已经把证据形成证据链了，对吧？
那性侵案本来就发现难取证难，那都是非亲历者不可知的事儿。而且我已经论证的很清楚了，领导，你看一下嘛，再。你这些资料我没看过吗？你看资料程序不清楚，人家法院有程序说法，有事实不清楚，你有新事实心理疑惑，这种情况实践中能改判吗？你现在抗诉，除了浪费时间、浪费资源，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走吧。哟。白夜行同志，爸爸遇到麻烦了，需要找人说说话。按理说呢，我们有保密制度，但是你反正也听不懂，你就当爸爸的树洞吧，好不好？我和你陶阿姨呢，正在办一个大案，可是这坏人呢太狡猾了，他的律师更狡猾，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你陶阿姨跑前跑后的忙，我也找不到一个法子解决。我想帮她，可是你爸爸连法考都是擦边过的人，这专业上咱也没人家懂啊。是，咱们的长处是跟孩子打交道，是吧？咱们了解孩子。可是，人家受伤的是一个小女孩啊，咱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去跟人家沟通啊？哎呀，熊同志。爸爸是因为你才成为的检察官，爸爸就希望我能有点任务。你长大了，我活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叶行，叶行，你刚刚说什么？叶行，爸爸在，哎，爸爸在，爸爸在，哦，爸爸在，爸爸在。叶行会说话了啊！爸爸一定好好干，把那些坏人全都给干掉啊！啊！菜不合胃口啊？没有。工作上遇到困难了，哪个王八蛋又叛情了？我没说错吧？什么情况啊？这么不开心？这次这个挺难的。能有多难啊？使不上劲儿。李世堂，咱有多大劲儿，要使多大劲儿。上次你说的投资我的店，你有多少钱？你能给我多少？
你不是瞧不上我给你钱吗？你不是嫌我老拿钱砸你？你拿钱砸行，你别拿筷子。你死了，别在这影响我用餐。公共场合不能打人啊！哦，这是公共场合。别让你立功了你。魔怔了。白宇加班，出来快，我走了。饭。不吃了。傅检早。来挺早啊。哟，你还没吃饭呢。来，我帮您抱一抱。傅检，我们已经找到抗诉理由了。您看看那法条，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明确说，在校园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不管当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猥亵，在公共场合是要加重的。哎，这不是明显的法律使用错误吗？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抗诉不是小事儿，要向省检报送的。如果省检认为抗诉不当，可以直接撤回抗诉。到时候领导会如何评价我们的工作？兄弟单位对我们会怎么想？还有你，省里施加公诉人的优越感。施加几加加不加的我无所谓，我现在要判他，我要重判他，我现在证据够了，我要以强奸罪判他。对，数罪并罚。泡着吗？一点就着。做事要考虑后果，抗得出去还要抗得赢，抗得硬。抗诉之前要考虑省检能不能支持，到时候审判机关能不能支持，会不会认为我们是浪费司法资源？算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找检委会了，让他们来判定吧。郑检察长真是看错您了，还跟我们说你人好，可以依靠，靠什么呀？靠墙都费劲。走，别搬了，坐下。我让你们走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早就觉得这个王八蛋判轻了，你们啊，想个法条想那么久。第23条，好。我就提给法院，有人拦，我就扫清障碍。不是说我是大树吗？那我就得给孩子们遮风挡雨，发扬夜来精神，只争朝夕。干什么呢？傅姐，您吃早饭。说那么多话。您之前说您哪儿不舒服来着？我给您按。来，颈椎是吧？我看看。我有一段霹雳舞。我现在哪儿都舒服，就是饿。这没有音乐就是有点干嘛。那就跳交谊舞。苏老师，李检察官，小倩怎么样？情绪还是有点低落，但是还在慢慢调整。好，我方不方便进去跟他单独说两句？可以，谢谢。没事。小倩啊，对不起哦。阿姨，没有对不起。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我什么，只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因为做了坏事而受到惩罚。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完，我会把它做完。那我也要道歉。我答应了阿姨要一起打坏人，但是没有打过，我们都有责任。这个小树苗送给你。整件事情你没有做错，
你不用道歉。咱们这些女孩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老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议论我们。但是其实你想想，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议论完你，他们就玩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受折磨。小晴，不要管别人，我们先关照自己。那些真正伤害你的人、议论你的人，咱就大声的跟他们说：“滚蛋！”滚蛋！对，滚蛋！对，滚蛋！这个我给你修好了，谢谢杨哥。这省院就是省院啊，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咱们一会儿是直接跟省院检察长汇报吗？不用，对接的检察官已经定了，直接去公诉处找人就行。谁呀？什么办案风格？你认识？我认识。谁呀？老袁，你可以啊，从基层直接到省院，高升了啊！恭喜恭喜！谢谢。工作场合称职务，我是正常选调的。万学民案子的卷宗转过来了吗？看过了。他这个案子具备未成年人案件的客观证据少、直接证据少、被告人不认罪的特点。抗诉书里写过的可以不用再说了。我之前在基层，一年要办几百个案件，抗诉书转过来，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是想先用第23条在法院挂个号吗？多判几年问题不大，定他强奸罪，要你想要的无期徒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没有新的证据，不可能。不是我想要无期徒刑，现在一审认定的是事实不清，但是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被害人的内裤证据，现在鉴定中心已经拿回去，重新换了方向，重新检验，我们很快就有消息了。很快有消息就是没有消息呗。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一审之所以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李道然在庭上把那孩子给逼崩溃了呀。威逼利诱就能改变陈述，你们为什么允许被害人上庭呢？杨嘉欣，你们自己想不到吗？好，我马上过来。我得下去接个人，你们自便吧。但我得说一句啊，卷宗移交过来就是我的案子，请你们尊重一下法律程序，不经同意不要介入，好吧？我先下去。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谁没在省级单位干过啊？小点声吧你。别喝了。这省院不也是高沫吗？我想来审理阅卷，给你打个电话看你在不在。我说他刚才怎么那个态度？这不大伯他凶他凶二吗？凭什么他能叫老袁刮目不详？明显的徇私枉法。我拍下来，留作证据，到时候举报他。走了。哎，怎么不动呢？怎么回事？不行。这边。干嘛？李道然，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3番5次私下会见检察官，你想干嘛？私下？这里在你林检察官眼里，难道不是公共场所吗？他来阅卷，我接他，合理合法啊。走吧，上去。老袁跟你说两句。你等会儿，还是6楼啊？你爱上几层上几层。你先上去吧。啊，那结束之后，老袁咱们再说吧，待会儿找你来。怎么了？姓袁呐，他为了万学民的案子，什么损招都用到了，不该避嫌吗？我避啥嫌啊？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你们俩那么大敌意干嘛呀？李道然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哎呦，
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挣钱，把这个检察官做跳板的我见多了，诉官我也见多了，那至少他现在还是一个守法公民，我得以礼待之吧。我就是希望你在办案过程中能公正、客观。领导，不是每个人都要按你的标准才能做事情。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案子。要我送你吗？我认路。竟然不允许去法庭旁听，心里必定有鬼啊！他要是敢徇私枉法，我就把这张照片交出去，我到纪委去举报他。程委，你跟我一块去帮我抬股，我击鼓鸣冤。行。这种未成年人性侵案不让参加庭审是正常程序。什么正不正常呀？12309电话，督察电话，最高检举报电话，我一样给他打一遍，我让他猖狂。粤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原审被告人。请检察员发言。本案一审认定，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对多名幼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地点，分别是在万学明培训机构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等多个场所，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这一加重情节，应当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这个情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审判长，我仔细核对过公安机关取证的每一份被害人的陈述，我想提醒法庭和检察员，在所有被害人之中，没有一个孩子说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被当众猥亵的。现场是否是公共场所，是否是当众实施，要进行综合判断。该校全年对外招生，孩子们说的教室、器材室、办公室，都是全天对家长进行开放参观的。同时，案发时都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培训、办公行为。反对。有其他人在场就被认定为当众行为吗？那到底是哪位老师、家长还是学生看见了万学明实施猥亵行为的？还是你面前的这本证据卷里面的哪一页上面显示有这个证据呢？很遗憾啊，辩护人显然对法律规定缺乏正确认识。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明确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都应当被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这个公共场所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性，多数人可以随意进出、随意使用。那也就是说，要符合这一加重情节，同时要具备2个条件：一是检察员，你说得好，当众意味着具有公开性，那随意使用和进出，就一定代表会被别人看到吗？那本案里面到底是哪位证人看到了万学明实施了猥亵行为呢？辩护人，不经法庭允许，不得随意发言。现在是举证质证期间，你有意见，等轮到你发言再说。检察员，请继续。正如辩护人所言啊，万学明是否是当众实施至为关键。本案万学明在上辅导课时，在办公期间趁机对被害人王玉琴等人进行猥亵，而同时在一个场所的老师、学生人数较多，万学明的行为随时可以被发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可以被证明为在公共场合当众实施犯罪。辩护人，检察员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庭看到这份证据在被害人王雨晴第一次陈述中有说到，你是否认可？认可。但是原审被告人仍然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原审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实施过强奸行为。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被害人王雨晴内裤的鉴定意见。
这份证据一审已经出示过了，而且已经被原审法院认定为不予采纳。辩护人，听清楚，这份意见是本院今天刚刚取得的，由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意见认定，内裤上的精斑和女性体液为混合态。审判长，我申请 DNA 鉴定专家、原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为我们做出说明。叠加态是一种液体干涸以后再附着其他液体所产生的，而混合态是两种液体先经过混合，然后再附着在其他物质上所产生。简单的说，这两种形式的产生是和不同液体混合的时间的早晚和先后顺序有关。如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被告人是收集完女人内裤，然后进行自慰的时候所导致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叠加态的形式。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是混合态，因为在内裤上这两种液体是同时产生的，这就证明被告人有着奸淫幼女的行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这份鉴定意见，就可以直接证明原审被告人万学明和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应当判定为强奸，而不是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所辩解的个人癖好行为。所以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建议发回重审。审判长，检察员这是证据突袭。辩护人，你对这份新的证据是否有异议？当然有异议。请检察员说明理由。确实，检察员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交法院的证据，但是该鉴定意见是依据一审前被害人主动提交的证据做出的，提起程序合法。一审案件公诉人在第一时间进行鉴定，因鉴定程序问题，当庭申请提交。那么，辩护人，你要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吗？辩护人，你有权利申请休庭，但我提醒你，鉴定意见合法合规，你申请休庭吗？李昭然，安静，全体起立。宣判如下：经本院审理，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裁定如下：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热烈庆祝咱们抗诉成功，本案正式移回云海市卫检。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接着，给我看看。我闺女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个。你先工作好不好？我买了可多了，哎，不用白问。您看看，哎，行了，差不多行了。这个袁建新啊，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个别看他贼眉鼠眼的样，净办硬事儿。哟，袁检察官，青天大老爷呀，我们未成年人的救星啊，卫检向你致敬。哎，我去给你倒杯水。哟，这怎么看？还到您这儿哑了？哎，12309督察举报电话，这是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哎呦，喝口水。谢谢。要不进屋坐会儿？不用。我那个收回上回对你的说的话啊。你对李昭然的评价没有问题，不用撤回。他这样的人走了也不可惜，正好呢腾出位置给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检察官。像你这样称职的，说的不好意思。哎，就是，哎，他这样的也行吧？你看看，我回去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万学明啊，请李道然来给他辩护，绝对是花了大手笔的。因为钱少了，李道然不会去，所以我判断万学明应该还会有别的事儿。也就是说，受害者不一定只有佳佳和小晴。发回重审正好为你们争取了时间。
你们就认真补充侦查吧。没问题。这个案件省院检察长也很重视，他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你们胸前有简徽，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说吧。那你说江里的这些水，它们的归宿是什么？是江呀，河呀，最后都会流进大海。那我也想流进大海。他是谁啊？你说呢？他怎么了？晕了。你弄晕的？对啊，这不是方便你办事吗？要不是你当年把我从福江湾带出来，